我们现在的军事实力其实还是很可观的，尤其是战争潜力。这里咱们不考虑核战争，否则用不了半小时，整个地球都安静了。就说常规战争潜力，2022年国防白皮书上白纸黑字标明了，中国现役兵力约为200万，基干民兵800万，这就1000万了，而且是战斗力在线的。至于预备役有多少，这个具体数字不知道，属于保密状态。反正很多。想想中国每年的退伍军人14亿的总人口数据，相信大家应该能猜到具体是个什么样的量级。说句丧气话啊，真要爆发了全面战争，中国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预备役，就算上不了战场也能跑后勤。中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有多团结，疫情期间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西方自由国家根本想象不到的概念。这里我就不废话了。再想想中国的工业水平，全球唯一全产业链的国家，而且是在全面占领中低端产业链的基础上，正在向高端产业链发起冲击，甚至在个别领域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结合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丰富的物产资源，足够的产业工人，就跟疫情期间的口罩一样，只要国家有需要，造车的都能卖口罩，直接就产能过剩了。这要是真要打仗了，还不缺啥包啥呀？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在的状态不算核战争，本土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想要靠武力征服，绝对是痴心妄想。西方文明唯一可能做到的，就是利用中国文明的包容属性，在我们的内部搞破坏，利用发达的网络途径，利用我们的文化，利用我们每个人的爱国热情，渲染舆论，传播负面情绪，制造恐慌。想想8月2号的晚上，8月3号的凌晨，应该有很多人睡不着吧？又有多少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主战言论？包括我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我这不是马后炮，也不是吐槽批判，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爱国。只是这次佩洛西窜台事件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以暴制暴，从古到今，战争向来都是下策。再想想那天的舆论状态，大家各自的内心活动，义愤填膺，一副对国家气馁的模样，哪里还能看出中国的人和理啊？或许大家觉得自己顶多就是个鹰派思想，一个国家确实需要鹰派思想的存在，但绝大部分人都是鹰派思想，那可能就是掣肘了。远的不说，就说这次佩洛西窜台，不打就是一个内部矛盾，爸爸教育儿子的问题，谁也没权利干涉，打了就是中美矛盾。先不说最后能不能打赢，首先在思想上就已经变相承认了美国的干涉地位，这就输了一筹了。再说实际利益方面，这可是本土作战啊，同样是不论输赢，损失最大的都是我们自己。别看美国那2天跳得欢，一副自己也不支持佩洛西窜台，给佩洛西施压的模样，你又怎么能知道美国不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因为从利益角度出发，最需要一场战争转嫁内部矛盾的就是美国自己啊。归根结底，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这场疫情里边，美国印发了太多的美元。有数据统计啊，截止22年3月21日，美国国债总额30.3万亿美元，但是海外债权人一共加起来也只有7.6万亿美元，占比只有25%左右。说白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自己。别看美国那么多干巴，欧洲自己都被能源和粮食问题折腾得一个头两个大，哪里有功夫替美国兜底啊？更别提也兜不住这么大的体量。所以对美国而言，无论如何都必须想办法制造点矛盾，最好能打一仗，提醒一下游走在全球各地的资金，该回来就麻利回来。比如22年2月24号这一天，大毛对二毛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然后道指探底回升了。还有22年世界粮食危机，包括这次佩洛西窜台，截止8月3日收盘，美股道琼斯指数涨了 1.29%， 标普500涨了 1.56%， 纳斯达克涨了 2.59%， 三大指数全涨。英国、法国、德国各自的股市指数也同样都涨了，只有 A 股跌了。那么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真要打起来，谁最后得利？以美国当前的问题，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会轻易结束吗？就算最后把美国打跑了，获得了胜利，以中国现在的远洋实力，能打回去吗？说白了啊，只要打不回去，不论输赢，最后都是美国获利。而且战争时期，说句难听话，是最容易凝聚人心的时候呀。想想太平洋战争吧，美国当时可是团结的不得了。再看看现在，各种美丽风景线，于情于理，你想让他们再次团结吗？所以啊，不管从哪个角度，国家这次的决策都是最优解。再看看这2天的舆论，又是一窝蜂的反转。对于个人而言，顶多就是一场误会，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可是对于国家而言，真的是国家愿意看到的结果吗？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国家没有公布演习计划，舆论会是个什么模样？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淡定？这里可以做个假设，如果8月2号那天我们都选择相信祖国，国家还需不需要公布这个演习计划？如果不公布演习计划，步步为营，低调进行，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会不会比现在更小？套用这2天网上的一个梗，2016年我们都在悠闲的追剧，歌舞升平，军人却纷纷签下了生死状，前往南海对阵，危机程度直逼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再看看现在的南海，这个答案大家还满意吗？当时可远比现在要低调多了，多的我也不说，这个假设也只是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国家的大战略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猜透的，也可能现在的状态就是大战略想要的结果。我个人唯一能确定的就是8月2号那天晚上的舆论节奏真的很不对劲。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证明，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文明的观念向来都是反战但不拒战。
可那天晚上我只看到了不惧战，这个很棒。可是反战呢？这个态度去哪了？1842年，依据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思想革命运动的先声，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优秀的工业技术，用科技手段武装自己，打击外来侵略者。但是现在呢，在武力手段已经起不到足够作用的情况下，西方已经反过来利用他们的文化对我们进行渗透、挑拨，同时利用我们的文化制造对立、传播恐慌，而我们却不自知。甚至有的人还误以为这是思想进步的表现，偏偏对方的进攻手段主要是以我们文化里边的负面内容为主，他们的文化输入为辅。可我们的文化工业体系才走了30年，还在成长阶段，有成效但不明显，这个可不比生产力啊，短时间内弯道超车是不可能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往前走，直接导致我们有力却没处发啊！怪就怪在我们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上下几千年，谁也不敢说他能对中国历史有足够清晰的认知。但是这些其实都不要紧。和平演变的手段看起来很厉害，可也远远没有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呀，漏洞还是有的。最大的漏洞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和平演变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真要改变了，那就不是和平演变了，而是被我们同化了。所以对于西方的文化输入，明里暗里夹带的西方价值观的渗透，这个是最容易击破的。比如西方那些影视作品，大家只要感觉里边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很难让你接受，或者让你感觉到不舒服，有点刷新你的世界观，那么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影视作品里边是不是夹带私货。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底气，正儿八经的核心价值观早就在历史的车轮下融到了骨子里，也是我们最后的防线。虽然我说的可能有点魔幻啊，但这确实是客观事实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面对集体与个人的选择，中国人大概率会选择集体。比如现在很多人比较重视的社交关系网，年轻人玩游戏时候的组队，再比如学校里边的学生，说个离谱的，上个厕所都得拉帮结派。想想你们的学生时代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国人集体观念的体现啊。再有，大家对那些神剧的吐槽，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抵触，觉得它不现实。之所以能接受那些超级英雄，我个人的理解啊，是这些超级英雄除了人类的躯体以外，大多数时候的倚仗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能力。比如富人英雄的超能力，穷人英雄的变异，魔幻到现实基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才能接受。剩下的就是如何击破西方文明对我们文化的利用，在我们内部制造对立，传播恐慌情绪，也是最难的一部分。说来惭愧啊，一直以来我其实都知道他们的攻击重点在哪里，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关联与传承。但是因为我自身文化底蕴的单薄，我最大的感触往往是无能为力。如果我真的啥也不懂，我还可以跟他们玩赖，只要是对国家发展不利的，说啥我都认为他们在造谣，他们的挑拨自然也就影响不到我。可偏偏我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知道他们说的基本都是客观事实。我这里说句实话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真的因为他们对历史的歪曲，开始怀疑自己看历史的角度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为此我还断更了好几个月，加上我这人性格又有点钻牛角尖，差点没把自己给折腾抑郁了。然后我就跑去琢磨世界史，我倒是想看看他们的历史是不是真就那么高大上。这里我还真得谢谢他们啊，要不是他们，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短小精悍。也正是因为这个，让我很快就在自己的脑子里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构建出了一个大概的框架，看清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就是激进和扩张，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我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这里我首先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在有的时候吧，面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些政策的实施其实是反人性的。就跟那个著名的火车难题一样，变道一个可怜人会牺牲，不变道10个可怜人会牺牲。做出选择不难，难的是选择的理由。举个例子吧，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60年的新日美安全条约，这2份条约曾遭受日本公民的强烈抵制，一度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左翼运动。日本首相岸信介也被迫下台，甚至还遭遇刺杀，满大街都是小年轻拉横幅闹革命。可现实却是因为这2份条约，日本才有了战后重工业重启的机会，以及源源不断的军需订单。甚至可以说，日本战后的快速崛起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都跟这2份条约有关系。那么大家告诉我，对于这2份条约该怎么看待？如果当时的日本不签这2份条约，还有没有战后崛起的机会？再比如我们古代的商君书，站在现在的视角是愚民政策、军国主义，站在当时的视角也是愚民政策。可是站在秦朝的视角却是必须要走的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一统，才能让百姓更加安定，更好的安居乐业。我之所以认为要相信国家，尤其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更要坚定的相信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远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要考虑的更远、更长久。再说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呀，如果人民连国家都不相信了，你还能相信谁呀？相信网上那些毒鸡汤吗？除了给你一时的自我认同，他们还能给你什么？什么也给不了。
直到我想通了这一点，我才发现西方文明处心积虑的和平演变，其实也不过如此。哪怕我对历史一窍不通，我也不和他们玩赖，只要相信祖国，我就能一直和他们斗下去。大家其实也是一样，只需要坚定自己的立场，相信祖国，相信脱离实际讲历史就是毫无下限的耍流氓，那么就算他们吹破天，也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利益分毫。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